化石老师总告诉我们，水彩它是油画的一个阶段，你把水彩学好了，油画才会好。但我必须在这边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其实水彩跟油画根本是两个不同的赛道。12, 11, 10, 9, 8, 7, 6, 5。嘿呦 ，Welcome to Painter， 这个人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画家杨力。在节目开始之前，一样先来工商服务时间。我们的付费咨询活动已经开始了。如果各位呢对于创作啊、对于艺术啊、对于收藏啊有兴趣的话，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然后告诉我你有兴趣，我们就可以帮你做到一些解答。OK， 好，那工商服务就到这边。那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好玩的主题，我们之前咨询的朋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他就跟我说：“杨力，最近我想考国外的学校，你觉得我该不该把水彩放在作品集里面？”当时我一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关键词：水彩，作品集，国外学校。作为一个从台湾出发，有着完整水彩学习经历，然后最后到国外学习的人，这几个阶段我都遇过。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一个要考研究所、要考大学这个阶段的时候，基本上我也会有一样的问题。既然要展示自己作品集，就算来展示你的所有能力，那我当然就要把水彩放进去，来展示我的色彩能力啊。因为到现在台湾的考试考到水彩那一科还是叫色彩科嘛，所以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那个时候这样想也很合理。但我后来我马上就跟他说首先我们这个咨询它不是一个专门针对升学而做的，所以这个问题我只能分享我自己的人生经验。再来其实在国外大家有所不知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说你要展现色彩能力，对不对？那老外是不会管你今天是水彩啦、油画啦、有色铅笔啊、亚克力，他都不管这样的事情，会真正重视水彩不水彩这件事情。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台湾的问题。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是不是全世界人都像我们一样，小时候要学水彩。我是到了国外才发现，其实不是全世界的基础美术教育都有学水彩，而且有学水彩的国家也就那几个，就是把水彩当做基础教育的国家也就那几个。相信你猜猜看是哪几个？中国跟日本。中国做的是水粉，更像是一种不透明颜料，成分本身跟我们的水彩不尽然相同，但还是一种水性颜料。但是日本它真的是用水彩在做基础教育。你如果猜到日本，猜到台湾，那还有什么国家你就不难猜到？韩国。对，韩国的基础美术教育也有水彩这样的一个科目。相信我们这样数完这三国，日本、韩国、台湾，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水彩教育本身跟大日本帝国当时的殖民是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可以这样讲啦，水彩进入基础教育课程里面是大日本帝国的一种独特的发明。但是讲到这里其实我们还讲到水彩并不是日本人发明的，它最原初这个来源地还是欧洲。所以我们在聊水彩这一期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聊一个问题，就是水彩在欧洲整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在欧洲要研究水彩，他所爬出的始祖，相信你猜看是哪一个画家？是谁啊？你会不会想猜是透纳？对，很多人会想猜透纳，但其实不是。在欧洲最早大家直接会猜到的一个对象是杜勒。杜勒就算是一个很早期就使用水彩的一个德国画家。那他每次举的例子也都不是杜勒这几张很有名的什么耶稣像啊、祈祷的手啊，或是杜勒的版画，而是杜勒的那些花草的那些植物的这种模拟写生。他其实都是拿这几张，而且那几张的确是很早的欧洲水彩。那可以这样讲在欧洲大陆的历史当中，从来就没有很重视水彩这件事情。我们刚刚只是讲说杜勒有画水彩，可是各位要注意，杜勒真正有名的作品都是什么？油画、版画，尤其是杜勒的版画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嘛，因为他靠这个版画赚到了很多钱，流通量也大，很多人都知道他，因为版画。等于说水彩也是杜勒手边的一个小小的边角料而已。水彩真正得到重视的地方并不是在欧洲大陆上，而是欧洲的一个岛屿英国。在18世纪末的时候，英国迎来了一波水彩大爆发，这个本身也归功于水彩有很强的实用功能。比如水彩可以给像那种军事学校里面去测绘殖民地的地形，水彩还可以用于记录考古所发现的研究资料，水彩还可以干嘛？研究标本、研究动植物这样子的研究。而且你看水彩这种东西非常快干。你今天假设你是英军去到殖民地，你要去画个这里面的一些古建筑物，你拿个水彩马上就可以做，做完之后它马上就可以干，过程当中不用劳师动众，在1
一堆难以携带的用具，就像油画那样。所以也因为这种实用价值的关系，从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什么都用得上它，导致于水彩开始流行。然后另外还有个原因，当时英国的上流社会，这些绅士淑女啊，有3个很基本的提升他们气质的一种课程：钢琴、法语跟水彩。所以因为这某种程度它是一种贵族教育。你看，你就想想看，这样子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带着有种007忧郁气质，然后上马可以征服天下，下马可以安天下这种感觉，他可以使用一套水彩，而他在做水彩的时候，并不会让他自己的衣服变得很脏。就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变得非常的红。而且嘉欣，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油画笔有没有？你很少看到做这种什么名人代言广告，可是你会发现水彩笔有超多那种名人广告，你就感觉好像在卖钓具。其实这种消费文化本身就是来自当时特别绅士的一种消费方式。OK， 它那个脉络是很不一样的。其实水彩很长一段时间都停留在一种业余爱好者的这种陶冶性情，停留在这种实用的测绘、军事测绘、生物测绘、标本测绘这样的一个功能里。它的确就跟当时整个传统欧陆的这种学院派的追求，有这些美术大国法国、意大利他们的那种要讲求宏大叙事啊、历史化啊这样子的追求是完完全全不相关的。所以当时啊，这种学院派中人甚至是主流艺术界会觉得这东西非常的不入流，非常的低级。除了跟主流的欧陆意识形态不一样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水彩自己本身的定位问题。可以这样讲水彩大多数的地方、大多数的国家当中都被视为一个做素描的工具。OK， 我们看这张表格，这时候法国人列出来说，做素描有哪几种工具？其中一种就是水彩。所以可以说，在这方面来讲，它也因为它只是一种做草稿的、做素描的方式，所以导致于它其实一直不被待见。那当然，这件事情在英国是的确有一点点改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英国啊，水彩至少被算在一个正式的绘画的门类里面。但是你说当时英国主流的艺术圈有多么高看水彩吗？其实这个未必，因为很简单嘛，你去英国的万国博览会的摊位去看，英国人拿出来的依然是他们学院里面的主流的这些油画。上述讲完了，大家就可以了解水彩当时在欧洲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定位。那接下来我们讲完欧陆之后，我们就要来聊聊水彩在日本的发展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景况。其实在日本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于美术所谓 Bozak 的理解啊，并不像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那个范式。他们刚开始怎么样？是把美术放在工部底下管辖的。工部就是杜甫那个官名杜工部，6部9卿里面的其中工部。等于说日本刚开始是把它当做一个工艺，而不是当时法国所讲的那个美术。那当时日本人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做得非常能够外销大卖 ，Japan No.1 卖到全世界第一。这一种风气跟这种认知，其实一直影响到日本的今天，乃至于其实日本到今天，他们的整个美术当中还是有非常强的工匠精神在，他们想做出漂亮的产品赚钱。而水彩在这里面很轻盈、很便捷，又可以制造出很多晶莹剔透、很漂亮的产品。因为水彩的这个特性，等于说在日本当时就被他们这种工部美术的精神给利用了起来。那还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水彩本身它暗合着日本人那种所谓的尊重自然啊、向自然学习啊，然后他觉得这种东西污染少啊，这种爱好生命的这样子一种内在的哲学精神，这种跟日本人本身内在的暗合的关系啊。所以日本把水彩这件事情重新 pick up 起来，它的重视程度甚至远超过欧洲的祖宗们。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当时日本也有他们的西历东渐、明治维新的这些改革。当时日本有所谓的本土的日本画，然后还有西洋画。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水彩被视为这两者之间的过渡关系。它既有一种东方的水分掌握，然后画在纸上面这样的一种精神，那同时这个材料又是西方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日本本身的工业体质问题，水彩颜料这个东西不仅轻盈、好制造、方便携带，你们去想想看，油画就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油画是需要整套工业体系在那边运转，然后最后把颜料很多不同的色粉进到这里面，煮出油，然后把这个油混着色粉，最后弄出来之后放到吸管里面包装产出的。其实对于工业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当时的日本，它还没有办法像西方各国一样产出这么多的颜料，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水彩的原因。
水彩在日本它的历史本身也是非常的复杂，它一直被当作所谓的西洋画跟日本画中间的一个桥梁。在日本的水彩的画家也是非常希望自己的水彩是能够被单独立出来独自看待的，他们一直有这样子的愿望。讲完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当我们今天在台湾这边谈到谢明章啊、简仲威啊这些水彩名家的时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来自日本的殖民母国所遗留下来的精神遗产。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聊一个更加深刻的话题，这个话题跟我们每个人更有关系。在我们刚刚全部谈完水彩的百年兴衰之后，这个切身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水彩它到底适不适合拿来当做一种基础功教育？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很好的去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基础功？什么是基础功？第一个，它最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种东西，像我们的数理化一样，每一家补习班他最后算出来的那个题，比如说学测的题，他最后答案会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教学风格可能不一样，但最后答案是一样的。那这种放诸四海这种普遍性，它又来自哪里？它就是来自于写实。这也是为什么通常绘画的基本功，我们很多时候是说要先把写实给画好。那水彩就是特别不适合拿来做这件事情的一种媒材。这个我自己有一个很切身的经历是什么？就我以前在画室学习的时候，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童子功出身的一个画家其实小时候就被告知说，小时候练水彩，水彩练好才可以画油画。结果我就看到一个那种成人兴趣班的人进来，然后他直接就是画了油画，然后我就发现他功力不一定比我更好，但是借由油画最后产生出来的画面那种质感、写实感，我觉得水彩在他旁边超像一张没有完成的作品。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知道，水彩本身它其实有一个最好玩的问题，就是说它跟油画比起来，它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写实的一个程度。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它当基础功是一个很怪异的事情。那为什么水彩不能做得更写实一点？首先你要去想一件事情，水彩作为一个材料本身，就需要你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克服。可是油画跟素描不一样，油画跟素描是基本上老师跟你讲完这种操作方式，红色怎么画，沾什么颜色可以加深，那个笔触画上去就 fix 在那里了，不会开始滴流晕染，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素描也是嘛，素描就是铅笔的加加减减，碳色的加加减减，但是水彩光是你要能画的成画这件事情就已经非常的难。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我在法国，然后我在画水彩，然后就有几个中国学生，各位知道中国学生很多在线能力都很强，然后他就说，杨毅，你那个东西我也拿来玩玩吧。我说这很难哦，这水彩哦。他说没事儿，交给我。1个小时之后我才去看他的画纸张是爆晕到最后，就是他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是干的时候画，什么地方是湿的时候画。可是我知道这个学生他的在线能力是超级强的等于今天就算是冷军来他来画水彩，第一张一定也会爆，在没有人教的情况底下。所以我要讲水彩它之所以不适合当基本功的原因，恰巧就在于基本功是一个让人去领略写实该如何达到的一个东西。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媒材的难度如果过大，那它会让你基本上大多时间都在研究那个媒材本身。那这样你们以前到底怎么学会水彩的？你知道吗？就是看示范学水彩，它不是一本书不是简中那本书看示范学水彩是一直以来台湾教育的一个缩影。我告诉你，现在镜头前的大部分人一定很懵，说：“杨丽，老师不示范吗？”来，我必须跟各位讲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在最刚开始的这种所谓的学院教育，老师不是从头到尾示范给你看，老师是跟你讲完原理原则，所谓观念部分先确立好，之后你开始画。画的时候，老师会在你身边游走，并且告诉你说，这个地方在手法上可以再怎么样。所以其实自始至终，老师就不像现在画室老师是从头到尾示范给你看的。当然，这其中有个原因，他要速成嘛，因为很多人去考美术考试的时候，可能只有3个月的时间给老师，所以他需要你快学会操作。但除此之外，还有个问题就是，水彩老师不示范，你连能不能画成一张画都很难说。嘉欣，你懂我的意思吗？素描、油画，只是你不看示范，你很多的技巧不知道，但它不会让你整张画画起来是糊的、烂的。但水彩，你没有看示范，你基本上就是画不出一张正常的画面。OK， 所以各位就要知道水彩也因为这样子的特性它的山头文化是非常浓烈的。
什么是山头文化？就是说在画室，因为你知道水彩它有表演性，你看老师啊这边喷点啊，这边甩啊，坊间那种水彩大师画画的时候喜欢放音乐，然后还会这样 biang biang biang， 然后这样蹦蹦蹦，就那种跟魔术师一样，然后就一洗个点，哇，树枝就被洗出来这样子 ，OK， 很像那种街头艺人杂耍，有没有？水彩老师他本身在示范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超级具有表演性质的一种东西。你不像你去看什么油画、素描，真的是一笔一画画出来，水彩不是，它跟魔法一样。那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这些小白就会觉得哇，老师好厉害哦，真的，因为老师画成这样，你自己去试。整张爆掉烂掉 ，OK， 就崇拜老师，然后这种氛围就会越发的浓厚，到最后一个画室跟一个画室就会产生一些风格差异，然后最后这就形成一个小圈圈，这里面的人都无限的崇拜中间的那位水彩老师。我相信这几年你也看到不少官司缠身的那种水彩老师嘛，粉丝太过热情，有没有失去了界限？懂我在讲谁吗 ？OK， 所以其实这就是最后画室会产生的一个山头文化。这个山头文化，它甚至会跨界影响到我们的美术考试。怎么影响？你看，因为台湾考美术的人口基数没有像中国这么多，所以就会发现一个画室它招生量够多的时候，它的风格是可以冲进考场，影响整体的样本的样貌的。你懂我意思吗？它有一个固定的趴数在那里。你看，我们看到中国的考试教育当中，我们不是之前画过一期说中国的考试教育很死板吗？怎么大家都画的一样？可是那个是个标准，那是一个中国意识形态塑造的标准。可是，在台湾，这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商业竞争，就是看哪一个画室的人很多，然后他可以冲进这个考场里面，改变整个考试的风貌。除了水彩不适合当基本功以外，水彩拿来考试这更奇怪，因为我们考试要求什么？我们考试是不是要求一个能够画写实，但是时间又短的材料？比如中国就是水粉，比如说我们台湾可以考亚克力嘛。可是水彩是完全不具备时间短，然后可以画出写实的。那一旦你这个东西无法短时间内做到写实，那基本上学生是很没办法直接达到那个答案的。那只能干嘛？最后就是每个画室老师教你的那个成画策略再起作用，哪边加一点纸啊，哪边勾一点线啊，对比度加大啊，他们就用这样一套公式，最后让你可以到考场里面当一个很强劲的学生。监考老师也没有其他对比，因为一左顾右看，发现哦，其他好多张也都是这样子，就你懂吗？你的画室风格已经扭曲了老师的现实的这种客观的立场。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最麻烦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山头文化真的影响就是这个学生学到最后啊，他们都是为了考学进来学这个水彩，然后这个水彩本身就是为了应付短短100分钟，而这个100分钟是由老师自己的绘画习惯、绘画风格，乃至于他独特的文化审美腔调所营造出来的东西，而最后这个学生学出来也就长这个样子。这是整个水彩为什么不适合当基本功，不适合拿来考试，还有他们对我们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那嘉欣，你去想想看，那些学生他们就只会老师的那些文化腔调，然后上了大学之后要他们去做绘画创作，他们怎么做？他们也就只会老师那一套东西而已。这就是水彩文化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那这样水彩这个媒材听起来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啊。我要讲的就是恰好在于这一点，水彩本身它的确不是一个很好的写实材料，但水彩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绘画材料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以绘画学、绘画独立的观点来看，这些水性的画在纸上面的绘画形式本身，它是有它很独到的美感的，有很独到的智慧。我必须要讲，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发现水彩的魅力的时候，是当我可以画得很写实，然后当我很腻的时候，我才发现的。为什么？你知道水彩可以让我拉回来跟绘画媒材这件事情去做一种相处。水彩真正的魅力，并不是因为你把它描得一五一十，而恰巧是因为你懂得如何运用这个材料，而在运用过程当中，它跟你所看到的、跟你的想法去做一种交互关系嘛。这里面往往会有很多很厉害的创造，在很多的绘画形式当中，超级适合拿来做再现的。某种程度上，那种材料对于一个程度的画家来讲，它不够好玩；对于一定程度的画家来讲，你只有下面的水彩或水墨这种东西，你会觉得它的表现是被限定的。可在这里面可以发现出很多好玩的东西，才是你的真本事。所以我要讲的事情是，水彩、水性颜料在纸质上面的这种形式，它本身其实是应该被更加独立的看待，它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科目。其实我们以前很多人，为什么台湾很多人学水彩，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画室老师总告诉我们，水彩它是油画的一个阶段，你把水彩学好了，油画才会好。但我不要在这边很负责任的告诉各位，其实水彩跟油画根本是两个不同的赛道。
它根本不应该被混在一谈来谈。甚至在我看来，我觉得油画明明就可以先学。而事实上，在古代，大家学完素描也就是会学油画了嘛。水彩跟油画根本不是前生后生的关系，他们也不应该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这种错误的认知导致于像在台湾的很多大学生，因为我们台湾是在大学才学油画的，我们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很多大学生，他们普遍油画上面的表现那个油画味是不足的。那相信你会好奇什么是油画味，就比如像萨金特那样子，像马奈那样子，一种很纯熟的使用一定厚度的油画颜料这种绘画方式，台湾是很少。乃至于台湾其实像刘晓东那样画家都很少，因为他们在以前学习的时候就是拿水粉在画画，所以他们在做这些油画的时候，这个油画味会足的非常多。我们必须诚实的说，这是对岸有做的不错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其实台湾大学生到了大学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转做水彩、书画、胶彩，然后真正去做油画的会更加痴迷于做古典画法，因为你知道照染要用透明色去照染等等这种东西，它会更像是我们过程当中小时候所学过的那个水彩。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台湾没有什么油画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拿画水彩的经验去画油画？对，没错。其实台湾的教育制度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我们前面花一期节目专门在讲中国的教育制度是如何压制大家自由，多么死板这样子。但是台湾难道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各位看我们近年来的这些素描教育当中，素描这么样一个理应来说特别考验造型能力的，我们也没有就用石膏像跟人像这么样极具造型挑战的方式去考大家，或者说不是每届都出这个题。那讲到水彩，那基本上更没有标准，什么色彩的运用反光反成霓虹灯然后到底什么渲染法、缝合法、重叠法这3个方法，你到底是考哪一种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明言规定，甚至水彩到底画怎么样叫好，你起码出台一个标准给我看。在这种没有标准的情况底下，我就问大家，请问你去考水彩，你到底在考什么？对不对？就考今天那个颜色染的好不好看吗？还是考这个色调是不是对评审的口味？很怪嘛，一个基础教育搞到最后，大家恨不得去拔杯，还比较快。OK， 所以这是台湾教育的一个问题。中国很死板，但是台湾却在教育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没有方向，并且没有一种深刻思考跟反思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才是台湾现在的美术教育的最大的一个问题的症结。OK， 那相信看到这边的朋友们一定是很喜欢我们的朋友，那请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粉丝热推，这件事情就是动动手指头，但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然后喜欢的话可以帮我们按超级感谢。OK， 我在这边先感谢各位可以支持我们这么样一个推广绘画文化跟画家的频道。好，那这里是 Pendiverse， 一个关于绘画以及画家的频道，我是杨力。还想听我讲什么内容，请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